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《沧海传》海外爆红，肖战用演技征服世界，中国古装剧遥遥领先。2025年初夏，一部意料之外的古装权谋大剧悄然上线，却迅速席卷了整个国产剧市场，乃至远播海外，掀起了全球观剧热潮。它就是由郑晓龙执导、肖战主演的《沧海传》。这部作品自开播以来就话题不断，口碑与播放量齐飞，不仅刷新了国产剧集的收视纪录，也打破了长期以来古装剧难出圈流量撑门面的偏见。如今《沧海传》圆满收官，剧情高潮不断，幕后黑手赵炳文浮出水面，收视破 2.3， 累计播放量突破 9.4 亿。云和平台实时占比超过 40%， 毫无疑问，它已经成为2025年当之无愧的古装剧爆款。然而，《沧海传》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，在全球流媒体平台上，这部剧同样引发了强烈反响。开播17天即跻身全球100大电视剧榜第53位。并在 Roku 海外平台23个国家和地区登顶热播榜首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超 1.3 万名观众在打出平均 9.5 的评分，创下中文剧集在该平台上的历史新高。上一部取得类似成绩的作品，还是肖战主演的《陈情令》。这一次，肖战凭借《沧海传》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，用演技再次征服了海内外观众，证明了中国古装剧遥遥领先。不仅是国内自信的口号，更是全球共识的回响。不止流量，而是实力，中国古装剧的新突破口。近年来，国产古装剧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，从早年的《甄嬛传》《琅琊榜》奠定高峰，到后期一些剧作因注水、造型雷同、剧情空洞而饱受诟病，不少观众对古装剧失去了信心，而流量明星的加入更常常被视为画虎不成反类卷，一度成为负面标签的代名词。因此，当《沧海传》宣布由肖战主演时，尽管粉丝期待高涨，路人观众却普遍抱持质疑态度，担心这又是一部高颜值、低内容的流量空壳剧。然而，事实很快证明了观众的担忧是多余的。《沧海传》以一部高完成度的权谋复仇剧颠覆了大众预期。郑晓龙导演睽违10年重返古装赛道，携手顶级制作团队，从剧本打磨、场景搭建、服化到美术到演员表演层层把控，最终呈现出一部既有东方文化深度，又符合现代叙事节奏的精品力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剧不再高高在上的歌颂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，而是以人民史观为核心，从一个底层小人物沧海的成长视角出发，揭示封建社会残酷的权力游戏，呈现草根复仇者在血与火中一步步踏出自己命运的轨迹。肖战沧海破圈，用演技证明自己，用角色征服观众。《沧海传》的爆红也带动了主演肖战口碑的全方位逆袭。自《陈情令》后，肖战一直被视为流量天花板的代表人物，但同时也承受着只有颜值无演技的质疑。而在《沧海传》中，肖战不仅首次全程采用同期声挑战文臣角色，还在多个高难度权谋场景中完成了极具张力的演绎，实现了从偶像到演员的真正跃迁。剧中，肖战饰演的沧海初看温文儒雅，实则心思缜密。造型上，他以淡妆近素颜亮相，眉目如画，气质儒雅，尽显文臣风骨。在郑晓龙导演极富东方美学的镜头语言下，沧海如青玉般温润，如松柏般挺拔。他的眼神之中，有沉静的观察，有暗藏的怒火，有翻盘的决心。这种克制中的张力，正是权谋剧所需的核心气质。在众多精彩片段中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从皇陵中破局而出，与仇人杨真正面对峙的段落。那场戏中，两人一进一退，
步步为营，眼神交锋间暗藏刀锋。沧海眼中掠过轻蔑、愤怒、不屑、得意与痛快，情绪浓度层层递进，又始终不越戏剧张力的边界。可以说，肖战用极其精准的情绪管理完成了角色从复仇者到政坛新星的转变，也让观众第一次正视他的演技实力。权谋质感拉满，东方美学与非遗文化融合。《沧海传》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赢得观众青睐，不仅仅因为演员表现出色，更因为它以极高的审美标准还原了一个属于中国的古代政治生态。为了营造真实的大雍朝，剧组在横店搭建了实景朝堂，建筑设计参照唐宋规制，厚重大气。服化道团队来自曾打造长安12时辰的金牌团队，每一件朝服、盔甲、民装都体现出极致细节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剧中还融合了大量中国非遗技艺榫卯结构、皮影戏、变声口技、木雕艺术、秦淮灯彩、耀发木偶等，被巧妙嵌入剧情之中，让文化元素不仅成为背景，更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。与许多古偶剧依赖强打光、滤镜堆砌不同，《沧海传》回归写实，灯光自然柔和，色调厚重沉稳。场景设计避开了假置景的套路，而是强调氛围感与历史机理，真实地还原了一个充满阴谋、权力、欲望与挣扎的大雍王朝。平民逆袭的史诗，从草莽到权臣的崛起之路。沧海这个角色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代表了底层逆袭的一种精神原型。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子王孙，而是一个被命运玩弄的小人物。他曾身陷皇陵，被迫殉葬，几近丧命，却凭借智慧、胆识、耐心与意志，一步步从地狱中爬出，最终在庙堂之上掌控权柄。他不靠背景，不靠贵人提携，靠的是步步为营的谋算，逢凶化吉的应变，面对权贵时的凌厉与胆气。剧中多场高能权谋对决令人拍案叫绝，例如沧海与平津侯在马车上的舌战，每一句话都如履薄冰，一旦说错就可能命丧当场；又如皇陵机关战，暗器、落石、殉葬替换环节环环紧扣，沧海以一己之力搅动生死棋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并不是开挂式成长，而是每一次都以烂命搏天命，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艰难。这种人物塑造不仅真实可感，也极具时代隐喻，反映出当代观众对于逆风翻盘小人物自强的深层情感认同。海外观众集体惊叹中国古装剧的世界表达力。在全球化语境中，《沧海传》的成功无疑是一种文化出圈的标志。以往中文剧集在海外平台多以青春、仙侠为主，很少能触及主流权谋叙事圈层。而《沧海传》以精密叙事、传统文化、东方美学叩开了海外观众的心门。上，不少海外网友留言称其为东方式宫斗的巅峰，全世界都应该看到的剧作，甚至有观众直言，比《权力的游戏》更有细腻人性。肖战的表演更是成为海外平台上的讨论热点，他被称为 restrained beauty 克制的美的代表，尤其是在剧中展示的东方君子风采与情绪内敛表达方式，引发了大量好评。显然，中国古装剧并非只是文化符号的堆砌，而是已经拥有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全球表达能力。《沧海传》的成功是多重因素的共振，有郑晓龙导演的艺术把控，有扎实厚重的剧本基础，有优秀制作团队的视觉呈现，更有肖战代表的演员实力与转型决心。这不是一部靠顶流生存的流量剧，而是一部真正用内容、人物与文化征服观众的品质之作。而对于肖战来说，这部剧的意义也非比寻常。它不再只是某个角色的代名词，不再是流量的象征，而是在观众心中
完成了从偶像到演员的身份跃迁。沧海之后，肖战终于拥有了真正属于他的演技高峰与代表作。正如他所饰演的角色沧海，曾以一粒尘埃之姿搅动风云，他本人也正在以稳扎稳打的步伐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演员之路。未来的中国古装剧，或许不再需要依靠噱头，也无需躲避审美焦虑，只要认真打磨剧本，尊重观众智商，尊重文化脉络，就一定能赢得世界的尊重与掌声。而《沧海传》正是这一切的最好证明。